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。在里昂，我没有安排行程，也没有打卡景点，我只是把这座城市当做了客厅，过了一段被城市接住的日子。从阿维尼翁出发，乘坐火车2个多小时到达里昂帕特迪奥火车站。考虑到公交会多次换乘，我们叫了 taxi， 前往位于红十字山的民宿。房子位于一个很干净的公寓内，两边有阳台，环境不错，室内也干净。这里原来是房东自己的住所，腾出来给我们住6晚，这倒是符合 Airbnb 的理念，分享自己的房子给客人住。只是这不太符合我的旅行居住理念，我希望的是在陌生城市也能安心生活。但现在满眼都是房主人的私人物品，这让我觉得不太自在舒适，感到自己像闯进了陌生人家里。这张图片来自房东的房源介绍，他的生活物品都在其中。很多人不介意住进别人的私人空间，只要干净就好，但这不适合我。住民宿，我喜欢看房东个人风格的布置、装饰、书籍、音乐等，但不希望看到房东日常生活里的杂物。我也没仔细分析图片，房源介绍和评论区里也没有提到这是房东的居所，我还忽略了向房东确认这一点。此外，预订时需要先支付才能被房东确定是否可以入住，这也是我使用 Airbnb 11年以来第一次遇到，可见房东也很怕房客不靠谱。这也是旅行生活的意外吧，好在就是几天，而且房屋的地理位置相当好，去里昂的任何地方都很方便。房东也热心，推荐了著名地标和口碑不错的本地餐厅。住了几天，我开始注意到这些小物件背后的生活气息，也让这次里昂之行变得不那么像旅游，更像真实的城市一遇。渐渐的，生活节奏在这里放慢了。里昂几日，我们每天只是随性走，原本这就不是一次计划得很清楚的旅行。我已经是第2次来里昂了，上一次来还是10年前了。我也没有列什么清单，有时候旅行就是这样。这次不是来看什么，而只是想换一种生活节奏。在里昂，我把这座城市当作客厅，街道就是连接心情的门廊，丰富的市集就是我流动的厨房，累了就去广场坐坐。傍晚的罗纳河是我总也看不够的阳台风景。在里昂，我们每天走不少路，脚步慢下来之后，我开始注意到很多平时不会留意的细节，比如这条大坡道。我每天进入里昂繁华区域都从这里开始，这里结束。每一次路过，我都会发现墙上之前未看到的涂鸦。有一次，我们误入了一个小巷子里，看到有游客进入一个门洞，我们也跟着进去看看。里面只是一圈四面环绕的公寓楼，但其中一座楼房设计独特的楼梯竟然成了打卡点。里边还有很多柱间在这里，木头了，木头的不让上了。上是个木头阁楼。
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的。很多人喜欢里昂胜过巴黎，我也去过几次巴黎，正好可以对比一下。首先，里昂是步行天堂，被称为20分钟城市，在巴黎像游览，在里昂更像散步。其次，里昂老城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，建筑是赭石色、橘黄色和铁锈红色。相比巴黎奥斯曼建筑高冷庄严的灰白色，里昂是有温度的，尤其是夕阳照在赭红色的墙面上，觉得心瞬间被捂热了。第三，里昂的游客密度远低于巴黎，在巴黎很难忘记自己的游客身份，在里昂则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，尤其是混迹在市集的人堆里，或者坐在河边发呆时，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客厅里的一员。傍晚沿着大坡道一路上坡返回驻地，看到一家有意思的店铺。这不是什么奢侈品店，而是一间专门教人如何将装饰布固定在椅面上的手工坊。在效率至上的时代，这里的人竟然愿意花1下午时间去研究如何让一张椅子拥有完美的弧度和花纹。人们更喜爱里昂还有一点，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，它的精致长在胃里。巴黎是名园，是给世界看的，里昂是留给自己的。即便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啃着杏仁达，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失礼。也是个大逆光，拍不太好。早上顺着大坡道下坡前往繁华中心区，有点逆光，也有点晃眼。阳光真好，索性坐下来喝杯咖啡，吃个甜点，晒晒太阳。近几年，我的旅行方式发生了改变。以前总想着下一个景点、下一个城市，处在研究攻略和看景点的循环中。当我把旅行的节奏放得很慢很慢时，会开始重复同样的路，看到同样的街角。正是这些重复，让一座陌生的城市慢慢变得熟悉，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很安心。在欧洲旅行，我见到教堂一定会进去看看，不是因为虔诚，而是因为看教堂就是看欧洲的历史和艺术。我看过欧洲的很多教堂，内部装饰大部分是雕塑或者绘画，但是像富维耶圣母院这样满铺马赛克的内壁，我是第一次见到。圣母院内外反差强烈，外表是洁白的厚重石材，像倒下的牛奶，但一推开门，内部是铺天盖地的金色和色彩斑斓的马赛克。我盯着这些壁画看了很久，它们记录了战争、瘟疫、重生与守护。这些巨大的历史场面居然是用数以万计的小瓷片、玻璃和金箔拼贴而成，随着光线的移动，墙面会闪烁一种波动的光泽。从手工坊的椅子布艺到马赛克拼贴的巨幅壁画，我感受到了里昂的迷人之处，就在于这种对细节近乎执着的耐心中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不论走到哪里，最后都会到河边。罗纳河与索恩河像两条绸带，轻轻缠绕着里昂城市。它们不仅是风景，更像里昂这个客厅里两个流动的性格。索恩河温柔古老，两岸是彩色的老房子，河畔有美丽的步行道，沿着河岸散步有一种怀旧感。罗纳河则是轻盈的，像年轻人。这里河面更宽广，铺满了草坪和台阶，
人们在这里跑步、遛狗，年轻人喜欢坐在岸边喝着咖啡，听着音乐，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。我现在要去我的里昂厨房看看。市集是我喜欢的地方之一，我喜欢市集的热闹和丰富，喜欢看人们挑选的过程。全世界的人，不论生活饮食习惯多么不同，在食材面前都是一样的，都会仔细看、仔细选，像是为一天的生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有一次在市集，我特别想买看着就香喷喷的大肉肠，结果刷卡时海外信用卡刷不了，现金又刚好不够了。站在那里我们尴尬极了，只好一走了之。这件事情给我们触动很大。在欧洲的超市、购物中心等刷中国的国际信用卡没有问题，而这种美食汇集又非常本地化的市集，刷卡时机器无法识别。这逼着我们研究了一番欧洲支付体系，然后申请和开通了 Revolut。 它有虚拟卡和实体卡，只要跟自己的银行卡绑定就可以支付了。这下好了，欧洲、北美、英国、澳洲旅行都无忧了。当然我也会探索这个城市独特的一面。里昂有很多墙，这一面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建筑，走到另一面，那整个一面墙就是一座城市的生活。如果说圣母院的马赛克是属于神的史诗，那散落在里昂街头的巨幅壁画就是属于凡人的相册。在这座公寓楼的正面，我遇见了这间客厅里的历史先辈们，从电影发明者卢米埃兄弟到写下《小王子》的圣埃克苏佩里，这种错视化让虚拟与现实重叠。里昂人把他们画在墙上，不是为了仰望，而是为了让他们依然能站在阳台上和今天的行人打个招呼。而另一面墙更像是一扇永不会关上的窗户，里面是市井，是生活。在里昂有时分不清哪里是画，哪里是生活。里昂人把生活过成了画，而我们这些路过的人不经意间也成了这幅画里的一抹颜色。傍晚罗纳河边，金色的天空渐渐变暗，水面的反光一点点变淡。当你不急着去哪里，城市会慢慢走向你。夜晚的街道很安静，有一扇红色的橱窗格外吸引我，里面精致的刀具、锅在暖光里像一件件艺术品，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，轻轻欣赏这份属于夜晚的静谧美感。